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晒素颜自拍，粉发造型明艳动人，美貌稳定的惊人。37岁赵丽颖素颜粉发自拍惊艳众人，新剧《造成者》杀青在即，与黄晓明搭档演绎全新角色。去年连获飞天奖、金鹰奖的她，用实力证明非科班也能闪耀荧屏。5月5日，演员赵丽颖久违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张自拍美照，还开心配文“今天立夏”，文末的小表情将赵丽颖的喜悦展现得淋漓尽致。晒出的照片里，赵丽颖戴着白色棒球帽，素颜出镜，皮肤白皙紧致，完全看不到一点皱纹，保养得太好了。她还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衫搭配白色 T 恤，显得皮肤更白皙了有木有。要知道赵丽颖目前已经年满37岁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不仅没有一丝年龄感，还变得愈发魅力迷人，举手投足都散发着自信美丽，让人移不开眼。这次的自拍照里，赵丽颖并没有像出席活动时化浓妆，全素颜出镜的她将真实容貌完美展示了出来，真的是又美又养眼，美得太过稳定啦。在年近40岁的年纪，赵丽颖仍然保持得这么好，确实是让人无比羡慕。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这次出镜，一头粉色短发属实惹眼了。之前赵丽颖也有过红色染发的造型，但粉发却极为少见。此次她罕见将短发染成了粉发，确实是美得别有一番韵味。就是不知道这头粉发是不是为了新戏呢？前几天，赵丽颖主演的电视剧《造成者》才官宣杀青，她在剧中是一头黑色的短发。而在拍这部剧之前，赵丽颖一直都中长头发，为了更加契合剧中的人物形象，她直接剪掉了长发，非常敬业。如今，《造成者》杀青了，赵丽颖也将黑色短发染成了粉发，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呀。此次在《造成者》里，赵丽颖饰演的角色与以往都非常不同，人物形象就与从前大不一样，令人备受期待。不仅如此，此次赵丽颖还与黄晓明搭戏，两位都是实力演技派，确实是备受期待。在杀青照片里，赵丽颖和黄晓明开心同框。当天赵丽颖抱着捧花，还是剧中的模样，她竖着大拇指灿笑，又美又养眼。一旁的黄晓明穿着自己的帅气时尚 look， 比出同样的手势，男帅女美，很是惹眼呀。不过小明哥在剧中的形象就和平时很不一样呀，同样是期待值满满。此外，该剧的主创氛围非常棒，在杀青合照里，大家伙儿都举着宣传牌为赵丽颖饰演的李正常打 call， 可见赵丽颖的个人魅力确实是满满当当呀。赵丽颖这些年几乎是出一部剧就爆一部，去年由她担任监制以及主演的电视剧《与凤行》从开拍到播出都是备受关注，播出期间的口碑与收视率也是超级棒。同为古偶，赵丽颖用漂亮的成绩回馈粉丝，确实是红的让粉丝们安心。此外，去年还是赵丽颖丰收的一年，她不仅在电影上获得了奖项，还凭借风吹半夏一举摘得了飞天奖视后以及2封金鹰视后，简直太厉害了。所以赵丽颖虽然是非科班出身，但这些年她一直在提升自己的演技，丝毫不逊色于任何科班出身的演员。那么就希望赵丽颖未来继续给大家带来好作品，也期待颖宝的新作呀。当然可以，以下是你所要求的中文长文，约2000字。围绕赵丽颖晒素颜自拍，粉发造型明艳动人，美貌稳定的惊人的主题进行深度讨论，延伸结尾并温柔寄予读者，无需标题分段。赵丽颖一直是华语娱乐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女演员之一，出道10余年，她用一部部优质的作品奠定了自己实力派的地位，也以其不断变化却始终令人惊艳的外貌与状态，成为大众心目中颜值与演技兼具的楷模。近日，她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自拍照，引发全网热议。照片中，赵丽颖罕见以粉色短发造型亮相，令人眼前一亮。
更令人惊讶的是，她全素颜出镜，皮肤状态依旧稳定在线，美貌几乎没有因为滤镜或妆容而浮动，真实又令人佩服。众所周知，粉色短发并非易于驾驭的造型，既考验肤色，也考验五官的立体度与面部比例的协调性。但赵丽颖却轻松消化了这一风格，非但没有显得突兀，反而将这种带有二次元气息的清新造型演绎出独属她的优压感与少女感。一方面，粉色短发展现了她敢于挑战自我的态度，不拘泥于传统审美；另一方面，她以极简的素颜状态示人，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宣言。她不再需要外在手段去伪装美丽，因为她本身就是最稳定的美本体。从出道初期的清新邻家到如今的松弛自信，赵丽颖的审美风格也在悄然发生转变。她不再一味迎合大众对于流量明星的期待，而是更有意识地通过造型、作品、言行去传递自己作为成熟女性与演艺工作者的多面性。这种风格上的沉淀也映射了她内心的成长，不再追逐短暂的关注，而是选择在沉静中发光。粉色短发或许是一次短暂的尝试，但她展示出的那份从容与自在，才是岁月沉淀下最可贵的姿态。从她之前在风吹半夏中的干练短发，到此次自拍中的梦幻粉发，赵丽颖一直在用造型语言探索自我边界。她深知外貌是表达角色和态度的手段，而非目的。她的每一次美的诠释，都不是无意义的堆叠，而是与内在气质相辅相成的结果。很多粉丝感慨，她美的不是脸，而是那份稳定感带来的安心和笃定。这正是赵丽颖的魅力所在，她始终站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央，以稳定的状态和诚意，为观众带来惊喜与感动。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选择在这个节点晒出素颜自拍，也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她对自己当前的状态充满信心。对于娱乐圈的女性艺人来说，素颜出镜并不常见，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舆论环境下，颜值焦虑常常被放大。但赵丽颖却勇敢打破了这一桎梏，她用真实回应外界期待，也用坦然面对镜头。她不再被必须永远完美所束缚，而是选择以真实及高级的态度回馈粉丝的喜爱。在这一组自拍照下，评论区被网友的赞美刷屏。丽颖真的太稳了，每次出现状态都在线，这也太梦幻了吧！粉色短发像从漫画里走出来，素颜都这么美，完全是神颜。从这些发自内心的赞叹中，不难看出赵丽颖已经超越了单一的偶像层面，她更多的代表了一种理想状态不依赖、修饰也能闪光的女性力量。在这个充满滤镜与人设的时代，她选择走一条逆流而上的路，用真实打动人心，更是不是只有流量。王一博全能发展，诠释新一代优质青年偶像。左手赛车，右手剧本，王一博用实力诠释斜杠青年的极致可能。从追风者76轮重播破纪录，到54晚会青春探路者联动航天工程师，这个13岁开始每天练习14小时的洛阳小伙，用人生没有捷径的信念征服海内外观众。王一博最近又刷屏了。这个河南小伙最近可真是忙得脚不沾的，央视的镜头都快追不上他了。先是在 CCTV6、CCTV5、CCTV1 3大平台来回刷脸，接着又带着新歌《青春探路者》霸屏54晚会，连正在央视8套热播的电视剧《追风者》都传来了第77轮上星的消息。要说这年头能同时在影视、音乐、体育领域都玩得转的艺人可不多见，王一博倒是把斜杠青年这个词儿诠释得明明白白。要说最让人热血沸腾的，还得数他在央视54晚会的表现。这首《青春探路者》的 MV 里，王一博穿着简单的白衬衫站在城市天台，背后是川流不息的车流和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镜头扫过科研实验室里通宵达旦的青年学者，农田里操控无人机的新农人，还有在军舰甲板上站岗的年轻战士，最后定格在他自己仰望星空的侧影。有网友在弹幕里刷屏，
这才是我们00后的榜样。确实，现在年轻人最反感的就是矫揉造作的明星，而王一博这种用实力说话的态度，倒是意外的圈粉无数。说到实力，就不得不提他主演的《追风者》。这部民国金融题材的电视剧，从去年开播到现在，愣是在央视1套和8套来回重播了76轮，创下国产剧重播纪录不说，连越南、新加坡的观众都追着看。有观众在豆瓣留言，魏若来这个角色太真实了，从上海滩小职员到革命志士的转变，王一博的眼神戏都能演出层次感。更绝的是，该剧在海外流媒体平台上的评分长期保持在9.2分，这在国产年代剧里可不多见。看来现在国际观众也吃他这套低调实力派的人设。不过要论起王一博的跨界能力，那可真是让人叹服。上个月他刚以赛车手身份拿下专业赛事冠军，转头就带着入围华表奖的电影作品出席颁奖礼。这种左手赛车右手剧本的节奏，搁别人身上早忙得晕头转向了，可人家愣是没耽误新歌录制。有网友调侃，王一博的时间是拿秒计算的吧？这话虽然夸张，但确实道出了他超强的自律性。就像他在采访里说的，每个领域都要做到专业，这才是对职业的基本尊重。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他的成长经历。1997年出生在洛阳普通家庭的他，13岁就独自去韩国当练习生。那时候每天练习14小时是家常便饭，公司安排的行程密得连轴转。有次媒体采访他，问他怎么坚持下来的，他轻描淡写地说，就把每个练习室当成自己的修炼场呗。这种吃苦耐劳的劲头，倒是很符合他现在在荧幕上塑造的那些坚韧角色。难怪《追风者》的导演会评价他这个年轻人身上有种罕见的钝感力，认定目标就心无旁骛。不过真正让王一博破圈的，还是他对待作品的态度。就拿《追风者》来说，为了演好金融奇才魏若来，他专门研究了3个月民国经济史，连当时上海滩流行的西装款式都要找资料考证。有场戏需要他徒手接住飞来的账本，他愣是练了半个月的手部特写镜头。这种较真劲儿在流量明星里可不多见，难怪该剧播出后，连金融从业者都跑来点赞。剧里那些股票操盘的细节，比教科书还专业。再看看他最近在央视的表现，54晚会上的青春探路者可不是简单的唱唱歌。MV 里他穿梭在科研院所、现代农业基地和海军基地之间，用歌声串联起不同行业的青春故事。特别是和90后航天工程师合唱的那段，弹幕都在刷，这是什么神仙联动？据说为了拍这个 MV， 他专门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体验生活，跟着工程师们熬了2个通宵。这种敬业精神，倒是让不少年轻观众感慨，原来偶像也能这么接地气。不过争议也从来不少，有黑粉说他什么都想沾，结果被粉丝翻出他这些年捐建的希望小学和公益项目。还有人质疑他赛车成绩，结果人家直接晒出专业车队的签约合同。这种用事实说话的作风，倒是很符合 Z 世代实力至上的价值观。就像知乎上有篇热帖分析的，王一博现象的本质是当代年轻人对半吊子明星的集体反感，他们渴望看到真正有真才实学的偶像。说到底，王一博的走红不是偶然。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年轻人见过太多流量泡沫，反而更珍惜那些能沉下心做事的笨功夫。就像《追风者》里魏若来说的台词，人生没有捷径，每一步都要踩实了。这句话放在王一博身上，倒是意外的贴切。从练习生到全能艺人，他用了15年时间完成了蜕变，这种厚积薄发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励志故事。最近看到个有意思的数据，在《青春探路者》MV 的观众画像里，25至30岁群体占比超过40%。这说明王一博的影响力已经从 Z 世代延伸到了职场新人。
有企业 HR 在朋友圈调侃，现在面试95后，10个有8个会提王一博，说要从他身上学专注力。虽然听着像段子，但细想不无道理。在这个容易浮躁的年代，能静下心来打磨自己的年轻人，确实值得尊敬。最后要说的是，王一博的成功给行业上了生动一课。当某些明星还在靠绯闻炒作维持热度时，他选择用专业能力说话；当流量明星忙着压戏捞金时，他坚持深耕每个领域。这种长期主义，或许正是他成为中国青年好榜样的关键。就像网友说的，你永远可以相信，认真做事的人不会被辜负。不知道各位看官对这种现象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当然可以，以下是根据标题不是只有流量，王一博全能发展诠释新一代优质青年偶像撰写的约2000字中文结尾段，涵盖深度讨论、总结和对读者的寄语。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许多青年偶像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巨大的关注度，但却在转型这一环节频频受阻。大众早已不满足于好看就行的表面印象，而是期待更多有内容、有态度、有责任感的青年面孔。王一博之所以能够从流量中脱颖而出，完成从流量偶像到全能艺人的华丽转身，归根结底在于他始终坚持自我，不惧挑战，并持续为社会传递正向价值。他不是没有质疑声，也曾站在聚光灯最刺眼的地方，面对质问、被误解、被标签化，但他选择不以言辞回应，而是以行动证明，一个艺人可以多元，但更要有信念；可以沉默，但不能空洞。他沉下心来打磨演技，在影视作品中力求突破自我，从陪你到世界之巅中的电竞少年到风起洛阳里的探案高手，再到无名中饰演特工的隐忍与克制，每一个角色都不是重复，而是不断拓宽边界，丰富可能。他没有困在舒适区，而是在一次次实践中实现跨界又专业的稀有特质。不仅如此，王一博还成功打破了文体不兼容的固有印象。作为国家2级摩托车赛车手，他不仅热爱这项燃到极致的运动，更是把专业做到极致。他在赛场上从不借助明星光环，而是与职业车手一样接受严格训练，勇于迎接每一场速度与危险的挑战。他用真实成绩告诉观众，偶像不该只是被看见的存在，更应该在幕后流汗，在专业中沉淀。而他在舞台上的表现同样令人惊艳。舞蹈出身的他从未停下对身体语言的探索，无论是这就是街舞中与世界顶尖舞者的切磋交流，还是央视舞台上极具东方美感的表演，每一次亮相都带来美学与技术的双重享受。他的舞台掌控力、节奏感与表现力早已超越了偶像舞者的定义，更接近于艺术表达者的标准。在公益与社会责任方面，王一博也始终低调而坚定。从参与环保宣传、支持乡村振兴，到代言青年科普、推广传统文化，他所投身的每一项公益项目都不是走过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他清楚自己的影响力，更懂得将这份影响力用在有意义的方向上。2024年，他献唱央视54青年晚会主题曲《青春探路者》，致敬科研人员、新农人和舰艇兵，更是将榜样的意义具象化，用一首歌、一段旋律传递年轻一代的奋斗精神和时代信仰。从演艺、体育到公益，再到国际时尚的稳步输出，王一博不断向世界展示着中国青年偶像的全新形象。他登上各大时尚封面，不是靠炒作，而是靠稳健的作品积累、独特的个人气质与持续上升的社会影响力。如今的王一博不再只是一个流量的代名词，而是一个综合素质优异、品行端正、不断超越自我的青年艺人典范。他用一条条真实而踏实的轨迹，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主流化进阶之路。也许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依旧会面临争议与挑战，但正如他在多个采访中所言，做真实的自己，不负热爱。
这句话不仅是他的初心，也恰恰是新时代青年所该秉持的精神内核。对我们观